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今天继续讲，普贤行愿品啊。这次我们讲普贤行愿品，目的是，每个人应该，以后念诵的时候，能观想就是它的意义。当然有些人观想能力特别差，有些人就应该，就边念诵边可以这个，观想它的内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次，一方面就是做字面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同时呢，如果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意义，那么也随便给大家，做一些发挥。那么，在座的，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希望呢，在这个学习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自己每天所讲的内容，要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这个字面上解释啊，尤其是我们这里一些法师，辅导员，那么以后给别人讲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就是字面上，至少也是给别人就是字面上能解释，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是讲那个什么中观呐、英明呐，就是还要更深的一些法呢，有一定的困难。普贤行愿品也实际上，它的这个词句啊、内容啊都不好懂，表面上看呢都在念，就是所以应该就是可以好解释，但实际上真的让你要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后面的个别的一些内容呢，就不是特别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好解释，因此我们这次啊，就是花大家都是也很不容易，就是花这个时间，一起听课，包括我们，这个外面就是城市里面也有很多人，虽然现在我们这个视频的网络呢就是没有，但是呢，音频上面就是大家都同样得到这个传承，就是同样呢，都在这个听说就我发现这个听十两轮的人呢就是比较少，就是觉得是可能很难懂，就是有些人第一次听了，然后第二次呢就不想听了但普贤行愿品人呢。听的人呢，就是比较而言，就是算是比较多的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不管我们放生也好，平时课诵也好，开法会，经常念普贤行愿品。如果我们这个内容都不懂的话呢，那就没办法观想。所以，这次每个人呢，就一定要。就是会这个观想其中的意义就是会观想其中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继续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经文就是这个经文呢，从总体上是分这个潜心、起家心和真心这个广大发愿，还有呢就是核心这个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来摄受结尾，就是分3个方面。其中这个就是潜心这个气质功呢。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顶礼制就是第一个顶礼制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讲第2个，就是供养制。供养制呢，就是分这个2个科判，就是第一个是有偿供养，就是第2个呢就是无偿供养就是分2个。那么第一个有偿供养呢，就是有2个偈颂来这个说明就是有2个偈颂来说明。那么第一个偈颂呢，遗诸最胜。妙华曼，给予图像，即3个，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就是主要是这个颂词就是第一个颂词。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讲气质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首先就是对诸佛菩萨就是像这个顶礼，然后顶礼以后呢。
我们这个向他供养啊，就是就像我们见到一个就是最有信心的上师的时候呢，当你见到他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顶礼以后呢，就是然后自己最深最好的东西呢，就是供养给他，就是那么同样的，我们先就是对诸佛菩萨顶礼以后呢，就是然后这个供养。那么供养呢，就是分2个方面的，就是第一个有伤供养呢，我们一般的在世间当中，就是不管是人类也好，天界也好，还在这个其他世界当中呢，就是所拥有的，基本上是我们也能得得到的，就是这些公品就这些公品呢，就是做这个供养的。那么公品的这个花样呢，就是非常多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以象征性的，就是最主要的、很亲近的、最殊胜的个别公品呢，就是做这个供养。那么供养当中呢，就是最深最妙就是最好的。平时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这个枯萎的或者说已经腐烂了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清净的、肮脏的东西呢，就是不能就是对诸佛菩萨供养或者说是布施就是不能的。那么我们自己觉得是就是最好的呢。就是这个花，就是最好的这个比如说夏天的，就是在这个草地上，就是自然这个盛开的，就是五颜六色的，这是这个花就是花。还有呢，就是这个蔓呢，就是我们分开也可以，蔓是一般是这个竹串，也就是说是这个七宝就是制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这个竹串，就是比如说这个麻啦、酸腐或者说是这个金银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花蔓，就是花和蔓就是一起也可以，或者说是分开也可以。然后呢，就是各种这个就是机遇，也就是说这个乐器就是其实这个词呢，就是也有些当中就是歌舞就是表示歌舞，但是在这里主要用的是那个就悦耳动听的一些这个音乐就是音乐，然后呢就是这个象就是象呢，就是在这里总的说是我们的这个就象韵就其实下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图像模像方面的，然后那个天界人间的最好的就是能这个遣除一些这个酷热的这个暴山盖就是山盖这些供品的话呢，就是不仅仅是它的这个质量很好，而且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它的这个庄严就是对这个它的这个陈设呢，就是极其的美观就是凡是非常这个就是美好的这些这个极其庄严的字句就是字句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如果我自己拥有的话呢，就是一一的去这个供养；如果我没有拥有的话呢，那么我自己心里面就是观想就是天界也好，人间也好，所有的这些花蔓就是以及这个乐器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香就是山盖还有这个宝山就是什么这个神虫海螺法轮以及这个七宝和这个八瑞相就是七种珍宝和八瑞相，以及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蜈蚣等等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养。其实供养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按照密宗里面讲的是有内供养、密供养、外供养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供法，就是那么这些呢，一一的去这个供养。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得到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智慧我记得在这个约登三昧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所有诸法嘛，一切像依佛，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习持供养佛为求佛之过，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华满就是一切这个妙相依佛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意义的这个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主的这个佛陀就是那么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和这个一切众生呢，早日这个处理这样的轮回，获得呢就是无上圆满这个真等觉的果位，并且呢就是依靠这个今所有者和如所有者来这个先前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先前就是今所有者和如所有者就是先前今所有者和如所有者。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吧就是不说什么就是大的这个钱财就是大的什么这个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这些都不用说，只是自己没有这个吝啬，没有呢
就是以这个嫉妒心或者竞争心的心态下呢，哪怕是这个一朵花，就是一根香啊，或者说是这个宝山也好，花蔓也好，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特别愿意的供养的话呢，那么就是供养这个上师也好，供养那个佛陀，尤其是在这个供养佛像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功德是很大的。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虽然就是看不见真正的这个佛陀的相好圆满的身体，但是我们呢有机会就是还看到这个佛像啊，就是有看到这个佛像的这样的这个机缘。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毗那耶经里面讲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供养这个佛陀的这个形象啊，佛陀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就是与这个真正的佛没有这个差别，就是也有这个无量的功德。因此，就有些佛教徒呢，好像是他特别重视就是自己这个心性的证悟或者说是最这个无上的一些这个境界啊，包括一些参修啊，或者说是就是其他的这个安住法，就是这些方面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世俗当中的就是做一些这个供养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持戒啊，就是这些呢，就是并不是就是特别重视其实这是一种这个极端呢。如果你真的已经到达了最高这个境界的话，倒是可能也许有这样的这个行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传承的这些大德们的这个历史或者传记看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印度、藏地，就是或者是汉地的话呢，他们这个证悟的境界越高的时候呢，那么在世俗的三个呢，就是越重视就任何一个上师的话呢，那么的确是这个都有这样的这个上供下施的或者说是这个积资金藏的这样的好的一些行为所以呢我经常在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至少也是随身的是带着这个般若色松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还有呢就是如果方便的一些小佛塔，就是这是三宝所依这个三宝所依的话呢，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技术都比较这个高明就是佛像、佛塔、佛经的话呢，其实这个很小的也是可以得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得上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应该就是做这个供养。我的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一次在飞机上就是有偶尔的一些因缘呢，就是触动，就是我在向那个王上呢，就是应该要拜一个特别庄严的这个佛像，要求就是每天就是网络上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做一个气质供，就是因为这个网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这个佛教徒，比如说我们寺院里面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自己有佛堂就是自己有供养的这个机会，然后那个这个现在有些单位里面的人，尤其是有些人呢，就是父母家庭都不信佛教，就是没有这个没有供佛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网络组也是，就是我这个听到我的这个课以后呢，你们想想，就是可不可以在这个指北佛网上设一个就是特别庄严的这个佛像，然后呢就是前面都是就是自己就是供灯供这个花就是供这个虽然是网上，但是呢这也是一种这个就功德，就是这个是真正的你有这个清净的心，你的家里就是各方面不方便的话呢，那么你上班就是第一个打开网络的时候呢，你先这个供佛，就是然后念供养咒，就是这样也是个很好的方便方法就只是我以前有一次在飞机上想过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忘了，就是刚才呢突然就是依靠这个三宝的加持呢，就是自然而然流露出这个无尽的智慧。这是我们说的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刚才有上供养里面就是第一个偈颂，第二个偈颂呢就是如是最胜庄严具，我这个已经讲了是吧？最胜衣服，最胜香，摩香烧香，于灯烛，一一皆入妙高居，我悉供养诸如来。那么这个
就字面上呢，就是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最殊胜的，这个人间的这个最好的就是妙衣，就是天界的最好的这个妙衣啊，就是自己的是舍不得穿的。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一般的可能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不太这个重视。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就是所发现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在商品这个市场上，就是有一些很好的这个衣服的话，第一个意念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啊，就是现在一件衣服都是特别贵，就是好几万块、好几千块钱。有些人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到哪里去想买，就然后买也买不起，最后呢就是这个衣服就很贵很贵，就是供养三宝，就是他自己没有钱买，就是所以就是他就一环供养，就是那这样也是可能很好吧，就是这个最盛的这个衣服啊，就是最盛的这个相啊，就是这个相当中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衣法方面也有差别，就是也许是天间呢、人间呢，就是不同类别。咱们当中是这个相呢，就是没有分那么多，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刚才前面也是这个，刚才前面是对图像，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相呢，一般是我们这个印度以前有个传统呢，就是好多都就是特别就是好的那些像呢，就是涂在这个自己的身上。以前那个汉地皇宫里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也有这个传统。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不需要皇宫里面，就是应该在外面的这个市场上呢，就是有一些香水吧，就是这个香水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有好多人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涂到自己的这个身体上，就是路上遇到的时候呢，就是香喷喷的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就出现一种，但这个的是就是也许是可能供养自己也有功德，但不管怎么样，汉地很多这个人呢，就是天天的是供养自己，就是这些香水。但我相信我们最好的呢，就是好的这个香水啊，就是这些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呢，在这个佛像上，就是唐卡上，或者说在这个佛堂里面呢，就是喷一喷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就是刚才是图像啊，就是那么这里呢，就是最胜相呢，就是分为这个魔相是指的是就是分末啊，就是分的，就比如说檀香啊、沉香啊，就是这些做出来的就是细分的这种香。然后烧香呢，一般是这一个一个的，就是也有粗的，也有细的。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有些时候是香火很旺，就很旺这个。那么就是有些这个寺院的话呢，就是卖高价，就是说是这一炷香呢，就是要几千块钱，要3万块钱，就是那么这个要超度的话，那就是要多少多少。但这个的是不一定在佛经当中是有的。就是其实这个供养和这些呢，应该是这个随缘好一点，就是不要呢就是以后有一些非要有一种这个要求，就这个是多少多少，就完全就是这种这个公平或者是佛教的教育变成一种这个市场化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合理的。所以这个烧香还有这个灯的话呢，那么就比如说酥油灯啊、油灯啊，还有这个香油灯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灯吧。就是这个长行文当中说，这个油呢，就是这个像这个大海一样的，然后灯芯呢，就是像须弥山一样，就这样的这个灯柱啊，就是灯柱一一的，就是每一个这些贡品的话呢，那么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美妙、殊胜，然后清净啊，就是无比的这种令人这个欢喜，就是从成色方面也好，或者说是颜色方面、形状方面、摆设各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我们就是贡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一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好舒服、好庄严呢。我们对这个个人呢，就是带来这样的一种这个兴趣的话呢，就是那么这是这个很这个好的一种供养。而且这样的这个供养呢，如果自己有财富各方面的条件的话呢，就是当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如果没有的话呢，心里面观想也可以。凡是呢，就是告入这个妙高山，妙高山是指的是这个像须弥山那样这个积聚就是特别多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供养乐啊，就是供养乐释放这个一切这个如来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释放如来的，就是有这样的这种供养心呢，就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这个寺院里面，我觉得是，尤其是在汉传佛法的一些寺院里面，公平陈设呢，就是应该说就是特别好的。不管到哪个寺院里面呢，就是供花、供香啊、供灯啊，就是供水都是就是不是很多的。现在供灯的也是按照我们藏传的这个灯旗啊，就在很多寺院里面就是比较这个就是
就庄严，就是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我看可能这个以后还要这个供水啊，就这些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平时讲这个务工的时候，就是供花、供香啊、供生锈啊、供这个什么这个灯啊，就是香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务工当中啊。原来我们上师主义宝还没有圆寂的时候呢，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视的这个普贤行愿品，而且普贤行愿品呢，念诵的时候呢，就是也这个务工呢，就是一起啊，就是并行的。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一边就是放这个乐器，就是刚才这个有这种这个音乐，还有呢就是供灯和供水、供花，就是这些呢一直是就是不断的。就是上师主义宝圆寂现在是这个89年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学院里面呢就是也不断的这个去这个进行一直在做这样的这个务工，希望我们在各个地方就是开发会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平时自己在屋里啊，就是自己在这个修善法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最好在这个佛像面前呢就是做一些这个供养就是做一些供养。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自己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因为学佛是的确是这个违愿比较大的，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网上就是自己也这个陈设佛堂，就是在电脑里面陈设一个佛堂，就是然后呢就是做供养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也是不请求，就是别人就是这个做这个佛堂就是而且自己呢也可以就是特别这个庄严的，这里面呢就是也可以，现在很多人呢在网上就是虚幻很多很多的虚拟的世界比如说我跟这个别人就是开始打仗就是我跟别人呢就是什么这个做各种一些非法的这个就很多很多的，就是最后的自己的是白天黑夜都是在这个沉溺在当中的，很多年轻人是的确现在是特别特别可怜的。以前那个古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没有科技那么发达，就是可能我们穿的吃的都是不一定是如此的这个丰盛，就很好的，但是呢，就那个时候的人的这个心呢，就是比较这个亲近的。现在呢，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依靠网络依靠手机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堕落的这个因呢，就我在我们面前呢，就出现这个层出不穷。所以说呢，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要运用这些的话呢，就是应该用于这个善法方面用于这个善法方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哪怕是一瞬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供养的话呢，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就是大的。尤其是我们像真正像这个获得这个求大过的人呢，就供养佛事就是绝对是不能这个缺少的。以前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释迦谱就是释迦谱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宇宙佛田中佛田最为就所有的佛田当中是佛的佛田呢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就是那么最好的。若欲求大过当供佛田，如果你想真正这个求大的这个国宝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供养这个佛陀所以现在就是每一尊这个佛像呢，就是我想谁都就是不会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困难的那么以前呢就是像那个一尊，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要说那个佛像就是念一串这个念珠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藏地是不敢就是完完面露出来。就如果看见那一个家里有这个一尊佛像的话，但是可能就是会受到就是很大的这种这个惩罚。就是那现在呢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控制，因此作为佛教徒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积累质量的，特别就是殊胜的一些这个方法。我想呢，就是我们也应该就想尽一切办法，就是难得很难就获得这个人生呢，就非常难。《妙法莲华经》里面供佛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就是我想大家呢应该这个清楚的。那么经常呢就是这个供佛有些人呢可能修行呢各方面的是还是这个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自己还是对这个供养佛供水就是供这个供灯那这些方面就是很有这个信心的就最近呢，我们这个可能就降了这个入菩萨行以来的话呢，在这个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呢，就供灯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
啊，就有些这个居士团体的话呢，那么一年当中的话，供这个好几个几万盏灯啊，就是那这样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个就这也是确实是这个三宝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吧，让我们很多众生呢，就是具有这个种佛天的这种因缘，就是这是特别好的啊，就应该说是我们对世俗的所有的这些善根呢，千万不能这个灭死啊，就是千万不能这个灭死。你自己的境界再高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做供养呢，就是都不能这个就间断。就是我都经常想啊，就是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这个念普贤行愿品啊，就不间断的念普贤行愿品。我们后面的这些应该说是传承弟子吧，传承弟子的话呢，就是以后也应该就是行持这样的这个非常这个高尚的这个行为啊。我也很欣慰的看到，就是现在各个地方的话呢，就是都以前在这个学院里面带过的一些这个出家人呐，一些居士啊，他们就是到了各自的地方以后的话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就经常就是发动大家就是一起念普贤行愿品，一起放生，一起就是做供养，这些都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实践上来讲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做这些的这个善事呢，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给别人讲中观、讲因明、讲这个般若的话呢，很难的。啊，我也是，本来我的这个专业呢，就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无上密法、般若法门呢，因为以前呢，在去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前行呢，这些都是虽然在学，但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的很多的这个青春呢，就是花在比较深的这个般若啊、因明啊，就是或者是密法方面。但是我现在这个专业呢，就用不上，就像现在很多这个大学生呢，他原来就是搞这个计算机的，后来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呢，计算机的就根本就是找不到这个工作，就是最后呢，就从来没有学过的一个东西呢，就是给别人。所以我自己呢，在前行方面确实也是这个修行不是很好的，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供养啊，就是然后这个普贤行愿品呐，就是你看普贤行愿品的，我读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年，就是那么我第一次给别人讲，就是这是说明呢，我跟我的这个专业跟这个实修呢，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是，包括无部大论的，就是这些道友们呢，就是讲居士论，就是精通无碍，就是讲这个什么这个中观因乘派、自序派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眼睛的会睁得大大的。可是，一讲这个前行呢，一讲这个实修法的话呢，我听说我们现在很多学院里面出去的这些人呢，经常就是讲什么中观呢、因明啊，就是讲，但是讲中观因明的下面的大多数的90%-80%的人呢，都是在这个大瞌睡，就是都在坐飞机。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用的呢，还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根基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比较这个浅显易懂的，尤其是比较这个就是普贤法门的，就是这些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能接受。因此我们要善于这个观察，就是众生的根基，否则的话呢，下面的这些根基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世俗谛的根基，就是然后只有法师呢，就是他自己是圣义谛的根基，然后他自己把圣义谛的境界怎么样讲也是。下面的人呢都不能接受，也是恐怕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经常也是有这个就是三巧方便，就是了知众生之这个意乐根基啊，就是根性，就是这也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这以上呢，刚才就是讲到了简单的这个有上供养啊，就是有上供养呢，就是有2个偈颂来就是进行说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无上供养啊，就是无上供养。第二个课本无上供养，我以广大圣解性，深信一切善事佛，悉业普贤心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现在这么热。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
这个是无上供养啊，就是无上供养。那么无上供养的这个寄送呢，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看，可能不是特别好懂。就是我以这个广大这个深界心，身心一切三世佛，悉业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那么就是这个供养者，我的就是我呢，就是以广大的这个深界心呐，一般广大的深界心呢，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呢，就是他没有就是特别广大的这个深界心，就是如果有了一些菩萨的境界，或者说是一些中观的见解，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特别这个广大，什么样的广大呢？就是以这个三轮体空这个所色素的这种供养呢，就是供养的心呢，就是也可以叫这个广大的这个深界心。还有呢，就是依靠这个诸佛菩萨的神通力、等持力，那么他们的这个威力来就是做供养就以前那个有些大乘经典里面讲这个普贤云供。就把自己的身体呢幻化成就是无数的这个供养这个天女，或者说是普贤这个菩萨，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心口呢就是又发出无量无边的这个普贤菩萨，每一个菩萨呢就是有这个奉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供品那么在等次当中能观想这样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就是殊胜的一个圣洁性。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圣洁性让这个身心呢，就是一切这个四方三世这个如来就一切这个四方三世如来呢，在可以这个我面前呢，就是呈现就是以广大的这种这个供养的心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个四方三世如来呢，就是完全就是让这个展现在我的这个眼前。同时呢，就是以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这个广大的这个心愿力呢，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心愿力呢，就是供养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品就供品就是普遍的供养所有的这些如来。那么这是作为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人来讲呢，的确也是不是那么就是好观想的就普贤云供也好，三轮体空也好，或者说是以刹那间当中这个30方如来全部就是展现，然后以普贤这个菩萨的这种威地力呢。为德力呢，就是一切的这种公平呢，就是全部都就是这个展现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好像是在那个智慧部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智慧部就以前是个大意思。那么他的这个注释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引用了一个佛经就是佛这个秘密这个经佛秘密经。那么就是就是有这个世间当中的话呢，就是有3种这个无上，就是何为3种无上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书持这个真法就是书持真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依照这个佛法呢就是进行修测就这3者呢就是叫做是3种这个无常就是3种无常。所以呢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长行文当中也是我们以前都是引用过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发了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摄持这个真法就是不离这个不舍弃这个众生这些都是无上的这个供养对诸佛菩萨来讲呢是一种这个无上的这个供养。那么这种供养呢，应该说是在实践当中是很难得的，就是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比如说普通的居士普通的一般的一个这个平常的这个什么出家人的话呢，可能我们要有这么高的一些普贤行愿的这种境界威力的境界或者说是我有一种这个我的这种境界，虽然这个功德很大，但是呢我不一定有。因此在课盘当中也是叫做是无上供养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个供养呢，应该在一切供养当中是这个最甚的。我记得在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不是比如说就是佛陀呢就是接近这个圆寂，接近圆寂呢就是到这个居士那城就是让阿难呢就是陈设那个就创作就是然后佛陀就是涂这个草白然后呢就是以这个四字卧室就是实现这个圆寂。实现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梭罗双树剑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佛陀的这种身体上呢，就是开始这个
就是山满就是花朵，就是山满花朵。然后呢，就是阿难就问，就是这个是谁这个善化的？就是然后呢，就是佛陀就是告诉这是这个贵僧啊，就是贵僧呢就是对我这个身体呢就是进行这个就是供养这个化。那么阿难就是问，就是那么这个供养呢就是不是这个最深的？然后佛陀呢就是告诉就是阿难呢就是其实这个并不是这个最好的这个供养啊，就是不是最好的供养。那么最好的供养呢就是证悟了这个我的这个境界啊，就是前面的是讲了这个大概是有这个2、3个颂词吧。那么最后一个颂词呢说是这个此经化如人，三佛为供，就是不是最好的供养的意思。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淫戒入我，难命第一供啊，就是说这个欲啊戒啊，就是这些都是如果这个如也无我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最低的这个供养，就是所以《张阿经》里面呢，就是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他的这个供化啊，就是供这个香啊，就是供灯啊，就这些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来讲，当然是这个最深的一种这个供养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无上供养的角度来讲呢，它不一定是这个最无上的这个供养啊，就最无上的供养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要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就是或者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平常就这样的这个发供养啊，就是自己受持正法，就是这个是最大的这个供养。比如说有些人呢就经常说就是某某上师的这个恩德呢就是非常非常大，我怎么样就是能报答他的恩德的话呢，其实上师呢就是你不一定要就是非要给他就是供这个基督画，就是或者是一根这个哈达，就是或者是有一点这个人民币啊，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供养钱的话呢，后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怎么说执着啊，就是执着就什么执着呢？就是这个因为自己对这个钱特别执着，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痛苦。然后呢，我这个某某上师就是供养了什么，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要求就是这个比如说你供养佛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佛呢就是不加持我，就是我怎么回事，身体还不好就我供养了那么多钱，然后供养了上师的话呢上师怎么对我这个不好我对他供养什么钱呢？就是有很多人都有这个要求，就是所以说佛陀为什么说是这个菜供养呢？就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供养，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供养。法供养的话呢，恐怕没有什么这个条件吧就比如说我今天背一部论点呢，我今天呢就是看这个一本书就这些，我都就前2天的不是跟大家讲了吧，就是其实真正就是我们这个最喜欢的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如理如法的这个听说佛法就的确是很多人就是好好的这个听法呢就是特别就是对诸佛菩萨来讲是最大的一种这个供养的。然后你听了以后呢，就是自己好好的受持以后呢，就是进行修持，就是这就是叫做这个3大这个无上供养。我刚才就是前面就是引用的也是这样的。然后你们也同时就是可以看看那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长行文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很多无上的这个供养。因此我们要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这个如果我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到达，就是像这个三轮体空，就是或者说是一幻就是供养就是无量无边的佛陀在一刹那间当中我面前显现以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功德力呢，就是让它转化出无处的这个公平就一切都是供养的这种能力都是没有的。但是我还是用这个我的这种自己尽心尽力摄持佛法就恭敬这个佛法，利益众生那么这些方式来这个供养的话，诸佛菩萨是最欢喜的。应该说是诸佛菩萨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欢喜的。那么自己的这个积累的质量呢，就是也是就是会很快这个圆满的。那么这是这样的那个供养就是我们刚才供养制呢，就是分这个就是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都讲完了。那么第3个就是下面讲是这个忏悔制就是忏悔制。我昔所造诸恶业，邪有无始贪嗔痴，从生欲以智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那么这个是
这个忏悔制，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激烈资粮供养啊，就是顶礼啊、皈依啊，就这样以后呢，还是要这个忏悔，因为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呢，可能无始以来的事也造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恶业，然后这个今生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会造很多的这个业啊，无始以来自己能想得起的，能想不起的，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啊，就是自心罪的也有，然后那个什么这个佛制罪的啊，就是比如说犯了这个别解脱戒啊，然后违背了这个菩萨戒啊，失毁了密宗誓言呐，等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罪业。那么这些罪业的这个来源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在相续当中呢，就是有了这个贪心呢，有这个贪人啊、贪财啊，就是贪这个其他的一些事物的话呢，就是也就会造作就是特别大的这个罪业。然后我们相续当中呢，就是有了这个对这个自他众生的一种这个嗔恚心啊，有了嗔恚心以后呢，不仅是烧毁了我们的善根，同时呢，依靠嗔恚也是可能就是也造了就是许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有愚迷无耻啊，无迷愚痴，无迷愚痴的这个原因呢，也是造了这个许许多多的。所以呢，就是依靠这三种这个根源呢，就是还有就是以自己的身口意啊，有了贪嗔痴以后呢，比如说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从自性罪当中呢，就是杀生啊、屠刀啊，就是然后这个不尽心啊，就身体的三种罪业。语言的话呢，就是说妄语、说逆见语、说什么这个绮语和恶语的。然后那个心啊，就是一造作的话呢，那么就是贪嗔痴啊，或者是贪嗔邪见呐、害心呐等等，都是以十种不善业为主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恶业呢，就是我们就是肯定会就是造作的。那么这些造作的话呢，就如果我们没有忏悔呢，就是永远都是得不到解脱的啊。就是只要有一个忏悔的心的话呢，其实这些罪业呢，就是也是就是在不同程度的会这个减少，或者说是就是灭尽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有一种特别就是惭愧的心来，就是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呢，或者说是僧众面前就是忏悔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让这个清净的。就是大方等大戒经里面呢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若能于佛世尊前忏悔发露一切罪啊，就如果在佛面前我们忏悔一切这个罪业的话呢，那么就是使人远离欲邪见，能到生死之彼岸，就是说这种人呢，就是远离一切这个邪恶啊，就远离一切邪恶，而且呢，就是远离就是能到就是生死的彼岸，也就是说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罪业啊，就包括我们在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一边念一边呢，就是向诸佛菩萨面前呢，就是全部都，因为我们前面都是观想在自己的面前，在这个面前呢，我要这个发露忏悔。就是其实忏悔呢，很多人都是愿意，就是念百字明啊，念这个金刚萨埵这个心咒啊。如果你没有念，也是一边念普贤行愿品一边忏悔，也是一个特别这个殊胜的这个方法啊。就有些人呢，就是的确以前在这个社会上的话呢，就是仅仅是可能这个杀生啊、邪淫啊，还有这个说妄语啊，什么恶业都是造过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赶紧忏悔的话呢，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何时遇到佛法？即使遇到佛法的话呢，有些都是不一定就是真正有这个忏悔的心现在我们有些这个学习了这些法门以后的话呢，就是就觉得是好像就是就以前造的这个罪业太大了，就是以前是特别就是可怕的恶人。那么没有遇到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恐怕是自己的是真的不可救药的。就是所以有些出家人和有些这个居士的话呢，从这个内心当中就是自己觉得是遇到佛法是非常这个荣幸的。光遇到佛法的不止这个取舍的话呢，就是也可能不行的就是确实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个佛教的道理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明白的话呢，有这个缘分比较殊胜的人呢，他就经常会这个就是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忏悔的话呢，很多人都是愿意就是念这个百字明就是念这个忏悔偈就是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前行里面也讲过，就是虽然罪也没有什么功德的，但是通过忏悔能这个清净的话呢，就是这就是一个罪业的好处就罪业呢，并不是说是它是这个像这个金刚钻石一样，始终都是不可摧毁的，不是这样的。什么样的这个密探大罪的话呢，就是那么通过这个忏悔以后呢，就是可以这个慢慢就是得以这个清净就是慢慢得以清净。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呢，以前可能就是稍稍的，哪怕是一句话的这个罪业呢，就是无始以来，或者说是千百万年当中也会感受到。有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人呢，就给别人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声音很难听的，就是这个青蛙一样，就是青蛙叫一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转生到这个500世的这个青蛙。然后以前这个加湿活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比丘呢，就是声音特别难听，就是另一个比丘呢，就是自己也很年轻，就是也这个声音也是很不错的。那么就是其他那个比丘这个唱诵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的声音太难听了，就像狗叫一样的，就特别难听。然后呢，就是后来的他自己呢，就是也变成恶狗就是500世，就是所以这些因果就是可怕的这些道理呢，我们可能在这个自己在这个做人的时候，在这个今世当中，在这个前世当中呢，也造过很多的这个恶业。所以修行比较好的人呢，就是你听到这个佛法以后呢，很多行为呢，就是还是很会注意的，不管是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心里面也是经常有这个正知正念来这个设置。当然，有些特别恶的人的话呢，好像是听了多少遍的话呢，全是当成耳边风凡是这个就是有这种说法而已，就是就并没有这个在于这个基于这个心中就这也是可能跟前世的业障或者说是今生的这个因缘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同时呢，就是忏悔很重要的就是这里面也就是特别就是这种金刚语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全部都已经讲完了，就是罪业罪业的来源罪业的这个途径那么就是该这个所忏悔的什么呢？全部都是不脏不腐的，就要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就是一一忏悔就这是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三个就是第三个这个忏悔之来已经讲了。然后就是第四个就是第四个呢就是随喜智就是随喜智，十方一切诸众生而成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他这里说那个随喜的话呢，就是那么别人所做的三个，我就进行这个随喜那么随喜的什么样的随喜什么样的三个呢？就是这个四方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造一些这个有漏的这个善根那么就是这些呢，我也这个随喜。所有十方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声闻就是缘觉就是这叫做是二乘就是那么这个声闻呢，就是比如说从那个就8种这个果位就包括阿罗汉，就是什么这个云牛国依赖国就是无赖国就是用这个8种这个果位的这个声闻。然后缘觉的话呢，就是也有就是分2种吧，就是一种是这个独行这个缘觉的，一种是综会当中的这个缘觉就是那么这个缘觉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善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当中呢就是有学和无学就是有学呢就是指的是就是从这个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呢，就是叫这个有学菩萨。还有我们从那个资粮道到这个一地菩萨之间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还没有真正这个入学道的，就是入一地菩萨的，就是也是具有这个心结性的，就是这些菩萨吧，就是菩萨。无学的话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无学果位，也就是说是得到这个佛果的就是得到这个佛果的一切的这个如来和菩萨和还有这个众生他们所造的这些所有的功德善根那么这些呢，我发自内心的这个随喜欢喜他们就是这个所做的一切这个功德当然我们在随喜的过程当中，我好像以前也讲过吧，就是比如说我们随喜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功德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就是一部分，就是得到了一部分那么我们跟自己的境界比较等同的等同的这个三根呢，就是进行随喜的话呢，就是我们得到就是就是什么这个同等的一种这个功德。如果我们对这个下者就是境界就是比较就是低下的
就他们的这个三个人做随喜的话呢，我们就是超越他的一些功德，就是都能这个得到的，就是所以这个随喜的功德呢也是很大的啊，就是有血无血。听说以前有些人说这个有血无血呢，就是有一个人解释说，有血呢就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无血呢这个就没有学问的，就是文盲，就是这叫做是无血。很多人听错了，或者说是有些人呢，这个内容啊，就是搞错了，就是也有这样的。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我读师范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很多学生都是有时候他心很好，但是呢，他普通话说的也是不太好。然后呢，很多那个学生呢，就是经常笑他、说他。其实这个应该说老师是很不好的，但是呢，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毛病呢，就是就经常这个学老师啊，就这样的。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是他自己也是刚刚这个入校，就是当老师就是比较积极啊，就是不管讲课也好还是那个晚上那个查寝室的时候，也是他特别的这个认真。后来就是他有一次就是查那个女生寝室的时候呢，他每次都是经常就是查，然后女生们呢就是不满，就是开始背后说他，说是这个老师呢，我不说他的名字，这个老师呢就是很暴啊，就是说是这个土包子，就是这个老师。然后老师就是很不高兴。第二天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学生就是在这个体操的时候呢，就是在上面说，昨天你们有些女生说，我吐了你们的包子，我什么时候吐过你们的包子？你们的包子是肉包子还是菜包子？所以那个有血无血也好，就是吐包子也好，那个这些应该在正面理解，不要那个说这个肉包子还是菜包子。一切就是说是这个一切如来啊，就是菩萨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一以随喜。其实这个随喜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我们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文当中呢，就是也是讲过啊，就是也是这个讲过，不做光说。下面就是说那个第五个就是勤福啊，就是勤福这个转法轮啊，就是勤佛这个妙转法轮。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全勤转于无上妙法轮。那么十方当中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世间灯呢，实际上是这个佛的，就是另一个称号啊，就是因为佛陀呢，就是让这个照亮我们这个心灵的这种这个黑色啊，就可以说心灵的这个无明黑暗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牵除。除了佛陀以外的话呢，那么世间当中任何一个灯啊，任何一个人呢，就没有办法的，就所以呢，就是他是这个应该说是最好的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前的什么这个电灯啊、灯泡啊，就是这些都是展示的我们外在的一些这个黑暗呢，就是牵除而已的。包括这个太阳和月亮呢，就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外在的这个黑暗都可以牵除的，部分都可以牵。但是内在的，就是真正是众生的这个无明呢，就是没有办法牵除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了这个一些世间痛苦的人呢，就心里面就是自然而然升起了就是他们都为什么不学佛法？如果学了佛法的话，那这些痛苦、黑暗、烦恼的话，那就是一定会是这个牵除的，就自然而然的会有这种感慨啊，就是有的。所以它就是真正的这个世间灯。那么这些世间灯呢，就是最初成就菩提者，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发布上的这个菩提心呐，中间呢就是积累这个资粮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在众生面前，就是最初已经这个成就了这个菩
菩提啊，就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呢，那么就是曾经这个发愿就是发菩提心，然后中间呢就是通过这个六度观心呐，就是苦心呐，最终的话呢就是在印度金刚座就是实现这个成就，获得这个菩提的真正的这个果位。那么这些这个佛陀为主的一切的这个三智舍也好，实践当中的这些菩萨的话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为了众生面前呢，就实现就是一切涅槃的。有时候的话呢，这个佛没有这个实现涅槃的话呢，众生认为一切常有的，对法就是不珍惜的。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实现涅槃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珍贵之心呢。我都经常这样想，就是法王如意宝一起就是我天天就是听法的时候呢，当时都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一旦呢就是上师就是离开了这个世间以后的话呢，就是才知道是哇，就是的确是这个法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就原来就是在上师面前就是听说佛法是应该是在自己一生当中是最快乐最有意义的，可是现在呢就是在永远也是在我的这一生当中呢就是没有办法的。也许我发愿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死了以后，就是在其他的这个世界当中呢，的确也我相信就是会有这个缘分呐，就是有缘分。但是一想起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的确这个佛法呢就是不是那么就是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实现涅槃呢？就是其实是对众生面前就是实现这个无常啊，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实现涅槃的时候，我们要去这个劝请啊，就是专于这个无上妙法论，就是请求这个让他转法轮，就是没有让他转法轮的话，有些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也是暂时就是圆满了一些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有些三智士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这个全勤佛菩萨或者是三智士转法轮的话，那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基因光明最深王记呢就是佛经里面也是有，就是说是于诸经中一句一诵为人皆所功德尚无限量就是这个对这个众生呢，就是所依据的佛法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限量的。何况全请如来，就是轻妙转法论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一个三智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做一个寄送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无法这个衡量的。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这个佛陀就是转妙法论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更不可思议的。就像佛陀实现涅槃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天人呢，就是请求这个转法轮呢，就是后来就是真的这个转法轮呢。同样的，我们实践当中呢，有些这个三智士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包括一些弟子的歇心实践的这个一些这个各种外缘的话呢，就是有些实践上就是不愿意这个转妙法轮实现圣彼呢，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我们有些法师也是这样的，就是看到有一些弟子的行为就是不是很入法的时候呢，我身体不好我心脏不好我不转法轮，然后好几个弟子呢，就是拿几个哈达，就是你不转法轮的话，我们要哭了，我们要会这个伤心死了既然真的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明天就讲课，要讲什么课？你们说然后就开始这个转法轮，那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就是一个人的是，如果他自己这个理解佛经的意义的功德那么大，就是给一个人接受一个佛法的意义的功德那么大的话，那么就是真正的一个三智是就是转法轮的功德是非常大。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就是确实稍微有一点能力，稍微有一点机会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法师们呢，就很多都是一定要转法轮，就是这个很重要。我也今天就是祈求于我们这个释放当中的很多人呢，就是转法轮，尤其是转法轮的方式呢，现在是通过这个网络就是通过一些这个科学的这种手段的话呢，真的是就是在家里就是根本不需要就是到这个越过千山万水去求法，就是只是在家里就是打开一个电脑，就是然后呢就是一直接触这个佛法是非常这个轻松的得到，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能力的这个法师的话呢，通过这个我觉得是通过这个网络来这个传法呢，就是如今是最这个重要的，应该是很多人的就是自然而然得到，否则的话呢，所有的人就是到一个寺院里面去这个出家
啊，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听课呢，就是不是那么这个很容易的。以前的前辈大德们的话呢，他们是到这个西方去，到藏地去，到这个很多地方去，那么就需要苦行。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在家里，就是在单位上，在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一个诸佛菩萨的，就是最好的一种这个机缘。所以我也在这个祈求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师啊，真正是不是为利益名声，不是为自己的钱财啊，就是清净心啊，就是这个佛法是那么殊胜。那么这么殊胜的话呢，我一个人就是独自享受的话，那就是太这个不合理了。就是一定要我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让很多人知道。否则的话呢，我如果圆寂了怎么办？就是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心呢，就是赶快这个转法轮就是很重要。谢谢大家。Sunam dai damche zaba nye tona nibe rana banshe jan jirga nanchi ralon chuba chubam solen dro dro